大部分的中文学习者都在犯这条视频里边要讲的5个特别大的错误。更可怕的是，很有可能你压根不知道自己在犯这些错误，因为大部分的母语者不太愿意去纠正，可能是因为他们怕冒犯你，觉得不太礼貌等等。那既然母语者唱白脸，这一期视频呢，我就来唱黑脸，我给大家指一下你到底在犯哪一些错误，并且怎么纠正，怎么改正。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还是真心希望你能少走点弯路，毕竟这些弯路我基本上自己都走过，都踩过这些坑。好，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就开始吧。第一个错误就是3个的，对吧？什么我的书说得很快，那个更好的学中文，这3个的。那么其实你很有可能没有意识到，母语者在发这些3个，不管是哪一个的啊，他们发这些的时候，都是发的非常的轻，毕竟是轻声嘛，甚至有的时候说得快的时候，会直接把它给吞掉，对吧？他们可能把我不会说我的书，他们说的是我的书，就非常非常的轻。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，都会把这个轻声给发得太重了，尤其是在这3个字上面。所以说呢，大家得注意一下，你可以发得轻一些，或者甚至如果语境允许的话，你甚至可以把它给吞掉。第2个错误，天哪，这个实在是太常见了。我自己以前也觉得这个非常难学，那就是3声加2声。那么3声加2声正确的发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？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水平。那么当我们刚开始学声调和中文发音的时候，很有可能会误以为水平的正确发音应该是水平这样，但是实际上这个3声上来的时候就会跟就是后面的那个2声连接到一起去，就会融为一体了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水平就会变成水平，所以那个前面的那个3声你只需要发一半就行了，然后后面的那个2声可以带动它上去，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所以你可以多练习，多听一听母语者怎么发3声加2声，然后去大量的模仿。我相信你模仿多了之后，你就大概自己有感觉了。反正我就是这么学会的。第3个错误，我的中文主要是跟北方人学的，其实，所以不得不说呀，这个错误会让我有点烦，那就是乱用儿化音。那么乱用儿化音这个错误呢，它分为2种。第一种情况就是你加儿化音的那个位置不对，就是你把它放到你加它的时候压根不应该加，就是你加的那个位置不对嘛。比如说馅儿饼，你说什么馅儿饼儿，或者昨天你说成昨天儿之类的，反正就是奇奇怪怪的这种组合，就是加的那个位置不对嘛。这是一种情况。而且就是这边也得强调一点，就是其实儿化音的那个正确的用法是看地区的。就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说词儿听着很奇怪，因为南方人的话他们儿化音用的比较少嘛，我可能会说我学生词儿的时候我会加一个儿化音，但是南方人会觉得这听起来不舒服，所以这真的得看你跟谁学中文。那么第2种情况就是你儿化音加的位置是对的，但是你没有把那个后面的那个韵母给吞掉，你没有把它缩短。所以我确实听过有些学生会把玩说成玩儿，然后这样的话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，甚至就是会听着很奇怪。所以你要是要用儿化音的话，你记得必须把后面的那个韵母给吞掉，就是用那个 n 那个拼音里边的那个 n 或者是 ng 这些会吞掉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你不应该说杏仁儿，你应该说杏仁儿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，然后
还是老样子，你要是想学会这些的话，就是得多听、多模仿、多练习。第4个错误就是不重视语调、节奏和停顿。其实中文本身作为一门语言，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节奏规律当然呢，这也是跟这个地区息息相关的，就像那个儿化音一样，所以不同的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节奏、不同的语调反正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，很多人都会把所有的精力、所有的时间花在声调上面。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，但是呢，就是你作为一个，就比如说你初学者的时候，你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，但是呢，等到你自己达到了一个中级水平，甚至高级水平，那么这个时候，为了让你的中文听起来更自然一些，你确实得慢慢的开始重视节奏这一块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你要是忽视语调、节奏和停顿这3块，那么很有可能你的中文就会听起来像机器人一样。所以这3个还是得注意一下。这个坑呢，我踩过很多次我记得我刚开始学中文那会儿，有点北京腔，因为我看那个《家有儿女》看多了，然后发音也算是不错的，但是总觉得差点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大家都说你发音挺好的，但是就是跟母语者不太一样。然后就是我左思右想，花了很多时间，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，其实我没有重视语调、节奏、停顿这3个点。然后这3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，我就发现一下子我的那个口音就更像母语者。最后一个错误，其实它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3声加2声有点像，很多中文学习者会把3声发得太重了。是这样的，如果3声不是在句子后面，句子的最后面，那么其实你发的轻一点就可以了，你甚至不用发的那么全我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不然的话这个实在是太抽象了，就是感觉很难理解。所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。有些中文学习者会把我学的是历史专业说成我学的是历史专业。那么我觉得你刚开始学声调的时候，你特别的去强调3声把它就是一直练到非常熟练的那个程度是对的，但是像我前面所说的嘛，你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之后呢，你得开始注重这个节奏。所以你要是中间发那个3声发得很重的话，那么你的节奏就会非常的奇怪。如果那个3声在句子中间的话，母语者基本上不会发得太全。好的，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列出来的这5个发音错误对大家有所帮助，希望能避免你们踩这些坑。好，那祝大家中文学习愉快，希望大家的中文学得越来越好，天天向上。